意外车祸后，我双目失明，结果老公当着我的面就跟我妹妹亲热起来。被我发现后，两人竟明目张胆地开房去了。可此时他们不知道，我眼睛已经能看到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前天，李子明带我去寺庙祈福，期间他独自走开，中途突降暴雨，我淋了一身。等他回来时，我已经被冻僵了。当晚就高烧不退，在第二日醒来后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重见光明。而让我更意外的是，当我满心欢喜要将这个消息告知李子明时，却看见他正在厨房里跟我的妹妹遥遥吻得难舍难分，晴天霹雳，心脏仿佛撕裂一般疼痛。为什么我的老公居然和我继母的女儿，我的继妹搞在了一起？李子明看到了我，慌乱地放开瑶瑶，而后又想到什么，试探性晃了晃手：“安宁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瑶瑶此时也惊慌失措，一脸探究地盯着我看。我真想冲上去扇他们几巴掌，但残余的理智告诉我，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。我听到声音就过来看看，我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。两人瞬间松了口气。安宁，你身子还没好，快回床上躺着吧，做好早餐我再叫你。李子明立马恢复往日贤夫模式。此刻我只觉得心寒，不知在我看不见的日子里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了多少次。好，我笑盈盈道，心里有了主意，又冲一直屏息静气的瑶瑶灿烂一笑，转身摸索回房。后者看到我的笑容后，一脸心虚，我怎么感觉姐姐怪怪的？瑶瑶在确认姚安宁回房后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宝贝，你想太多，她又看不见，你要是害怕了，下次我们出去开房。”李子明一把搂住她，手脚逐渐不干净起来。讨厌！瑶瑶一脸娇羞道：“方才的一幕让我无比恶心，哪怕是我不愿相信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”我看到李子明放在床头的手机，立刻拿过翻看，没想到他和瑶瑶竟在我们结婚前就搞在一起了，而且我的继母还是知情的。我将手机原封不动放回原地，身子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什么年少情深，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李子明是我大学同学，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当年我对他一见钟情，所谓女追男隔层纱，加上我又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，很快李子明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毕业后更是不顾父亲反对，毅然决然要给一去所有的他，还以自杀为要挟，气得原本心脏不好的他还住院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心里难受不已，自己怎能这般不懂事？父亲因我自幼葬母，后又娶妻，对我一直心存愧疚，最终还是不忍心看我受苦，还是答应了我们的婚事。后来因为一次意外，我出了车祸，导致双目失明。李子明始终坚定不移地陪在我身边，父亲也为其感动，将公司原本属于我的一切交由他来打理，自己则躲在背后默默扶持着。而瑶瑶是我继母带来的，她比我小5岁，从小到大一直对我恭恭敬敬，谨小慎微。出于她的态度，我也放下了原先的芥蒂，真心地将她当作亲妹妹看待。但我没想到，有一天我的好妹妹竟然跟她的姐夫搞在了一起。片刻后，李子明端着早餐进来了。安宁，早餐做好了，你快起来吃。他声音不自觉放低，温柔体贴。可此刻面对这般虚伪面孔，我顿感恶心。好，慢一点。他过来就要扶我，我偏偏身子躲开了。他并未察觉。子明，公司不是很多事要忙吗？你快去吧。我没事的。我提议，怎么今天不叫老公？
他注意到我称呼的变化，突然觉得偶尔叫一下也挺好的。我强忍不适，佯装道：“那我先去忙了，你快吃早饭吧。”说着就要对我的嘴角吻了过来，条件反射般的我躲开了。一想到这张嘴刚才才吻过别的女人，我就恶心的想吐，真想一巴掌呼过去。你是不是想吻我？不要，我怕传染给你。我急忙道：“好吧。”他假装失落，后又迅速在我额间落下一吻。该死，竟然没躲过，讨厌！快去吧。我故作娇羞地将他一推，李子明才迈着步子走了，俨然一副夫妻情深的戏码。这若放在以前，我肯定心里洋溢着幸福，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然而事实是，我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。他们走后，我刚才在脑子里复盘一番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净身出户。如今原本公司属于我的股份60%全在他手里。当初父亲让我留个心眼，我还死活不同意，无比信任他，说什么我的就是他的之类的傻话。可今日瑶瑶这般自然地出现在我家，显然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带猎物自己送上门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2天后趁我不在家，他们又滚在一起。这天我正跟我爸晒太阳聊家常，安安，你很久都没有这样陪爸爸了。姚文杰的话里透着叹息。爸爸，抱抱。说着像小时候一样展开双臂。姚文杰惊喜极了，他的宝贝女儿已经很久没这样亲昵地唤他了。当下愧疚至深，跟李子明在一块后，针对他的反对，我一直心里怨恨他。哪怕后来他同意了我们婚事，我也时常埋怨他。看着他额边的白发，我竟不知我的父亲已经如此苍老。他在我印象里还是温文尔雅的中老年，短短几年竟白发斑斑。察觉到我哭了，姚文杰放开了我，一脸心疼地擦去我的泪水。安安，不哭不哭，怎么了？跟爸爸说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姚文杰心疼极了。没有，爸爸，我只是想你了，这是实话。虽然很想将李子明出轨的以及自己复明的事告诉他，但还不是时候。现在告诉他，又会让他为我操心劳神。以他的急性子，保不齐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这一次，该让我自己来承担后果。想爸爸了，以后就常回家看看，爸爸也很想你。姚文杰惊喜不已。好，爸爸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我撒娇道。好好好，爸马上去给你做。说着开心地往厨房去了。我收回嘴角的笑，看着庭院里一片岁月静好，又想到另一处的龌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饭桌上，方若兰一个劲地给我夹菜，若不是已经知晓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我真以为她是慈眉善目的继母。不得不说，他们母女2人拿捏人心很有一套，圈子里的人都道她持家有道，教女有方。安宁啊，你快多吃啊！你看你也不多回来看看，你爸整天都想着你呢。方若兰一脸笑意盈盈。谢谢方阿姨，多亏有你照顾我爸，辛苦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这是阿姨应该做的。方若兰听我这么一说，得意地笑了。饭后，李子明打电话来催我回家去，我这几天就不回去了，难得回来一趟，我想陪陪我爸。回去岂不是会打扰到你们？真的？他一时惊喜，脱口而出：怎么，你不想我回去呀？没有，没有，你难得回去一次嘛，就好好陪陪爸爸。李子明立马找补。说完，我很快挂了电话。如今我着实厌恶与他过多交流，李子明不用想也是很开心的。往常他要顾及太多东西，在外留宿容易被人拍到，在家里有我又放不太开，想必现在正和瑶瑶忘乎所以，情却一世。想到这，我强忍内心不适，
看来这房子也留不得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越是放松警惕，越是容易抓到把柄。3日后，我未提前告知李子明我要回来的消息，看着卧室里掩盖不了的杂乱，一想到这曾经发生过什么，我口中一阵恶心，跑卫生间吐了起来，真够恶心的。我刚缓过来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动静。清点，你弄疼人家了，是瑶瑶的声音。子明，你回来了吗？我假装惊喜道。李子明听到我的声音，立刻松开瑶瑶，让她赶紧躲开。安宁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跟我说一声，好让我去接你。李子明不满我破坏他的好事，而一旁的瑶瑶也一脸不开心，嘴里对李子明做着他又看不到的嘴型。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我拄着拐杖，摸索着往客厅走。慢一点，小心。李子明上前扶着我，我在他的搀扶下坐到了沙发上，自然也看到了对面躺椅上的瑶瑶。此时的他一脸不开心，正怒不可遏地看着我。看到这，我心生一计，老公，人家都想死你了，你想不想我吗？我拉着李子明的手，撒娇地晃了起来。果然，瑶瑶看到这，生气的嗖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连带着包包落地。什么声音？我时时发出疑问。啊，是小鸟撞玻璃上了。李子明一边慌忙解释，一边示意他冷静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野鸡呢。我们这个庭院偶尔也会有野鸡进来呢。我笑着说，看着瑶瑶愈发难看的脸色，我明白她大概是真心爱着李子明。不过与我何干？只要能让他们不痛快，我就痛快。你去给我洗点水果吧，我想吃。我说，好好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去。还回头给瑶瑶一个眼神。瑶瑶看了一眼正在喝茶的我，小心翼翼地起身。在她即将走过我面前时，我突然起身，看准角度，手中装着热茶的杯子全数倒在她身上。啊啊！瑶瑶忍不住尖叫起来。啊啊！谁呀？与此同时，我也惊讶地尖叫起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李子明听到动静，从厨房冲出来，看到瑶瑶手上的红痕后，心疼不已。瑶瑶，你没事？疼死了！瑶瑶痛哭流涕，惹人心怜。怎么了？谁呀？是谁呀？我着急摸索着。李子明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继而又想到什么，是瑶瑶。瑶瑶，瑶瑶怎么会在我们家里？还不出声呢？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一脸茫然。显然李子明也被我突如其来的3连问懵到。姐姐，是我，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好，就想偷偷来看你，给你个惊喜。瑶瑶看到情况不对，将恨意咽下，缓缓说道：对对对，我们是想给你惊喜的。李子明连忙附和道，还搂着瑶瑶。惊喜？呵，可真能编啊。这样啊，对不起啊，瑶瑶，姐姐看不见，不是故意的。我连忙道歉，没事的，姐姐。瑶瑶心里再不满也不能发泄，看着他们又恨我又拿我没辙的样子，心里真是舒坦。安宁，我带瑶瑶去医院看一下。李子明着急的不行，我眼里一阵刺痛。原本不用这样的，快去吧。我说。两人急匆匆走后，我看了一眼早已偷偷安好的监控，是时候验收成果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监控，将时间调到我离开那日，饶是做了心理建设。再看到一开门就互相啃食的男女，还是破防了。这一刻，我被彻底杀死了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车祸竟也与他们有关。而他们的野心竟这般大，心那样毒。我缓了许久，立刻拨通一个电话。顾叔，是我安宁。我连忙道：安宁啊，怎么事啊？顾叔听到我语气不对，我爸最近的中药都是谁熬煮的？哦，都是夫人负责的。说到这，顾叔又想到什么。安宁啊，可能是叔叔多心了，
总觉得你先生的药有问题，最后还是提了出来。安叔，我知道了，有劳您费心了。对于顾叔，我还是很放心的。小姐，你相信我说的。顾叔倒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要是以前，我肯定就是一通指责他，破坏家中和谐。但如今看到监控里瑶瑶的那句"我要不要让我妈偷偷换那老头的药"，还是让我眉头紧蹙。没想到瑶瑶这般狠心，自认我父亲待她如亲生一般。方若兰母子真是狼心狗肺，若不是当初我父亲见他们孤儿寡母，一时可怜，收留了他们，哪有他们的今天？瑶瑶得到我父亲提供的资源，进了模特圈，成为小有名气的模特，而方若兰也成为富家阔太。他们拥有这一切，全是拜我父亲所赐，不知感恩就罢了，还想残害我父亲，吞并所有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我死死攥紧手心，丝毫不察觉到疼痛。那日后，我秘密安排顾叔换了我爸的药，顾叔惊喜于我的改变，非常配合。我主动联系顾英，她是顾叔的女儿，也曾是我的好朋友，自幼同我一起长大。从小她就不喜欢总跟在我身后的瑶瑶，说她绿茶一个。只那时我总听不进去，没成想顾英还真有识人之能。我和李子明在一起，她也极力反对，可架不住我坚持，她拗不过，还给我当了伴娘。婚后，李子明总不能我们相见，久而久之，竟渐渐失了联系。顾英还跟以前一样，一头干练的短发，修长的身形，看起来英姿飒爽。阿宁，我总算见到你了。他过来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小英，好久不见，我有些感动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说着就上下观察我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那么明媚动人。他开心道：你也一样，还是短发。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是啊。说完又察觉不对，阿宁，你能看到了。顾英伸手小心地在我眼前晃动，我将他晃动的手一把握住。是啊，我说，真的吗？天哪！啊！顾英惊喜尖叫不已，抱着我跳动起来。你要晃死我了！丝毫架不住他的热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坐下，万一等下给晃瞎了。拉着就让我坐下来，他还是那么耿直。小英，我这次来是有事求你。我凝神，认真地对他说，眼下我能信任的只有他了，我们俩之间说什么求不求的。你这样，我生气了。听说我这么见外的话，顾英顿时一脸不高兴。我心里很开心，果然他始终真心真意待我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生气，我先给他打个预防针，你说说看。顾英看我凝重的神色，心道不妙，我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啪的一声，顾英拍桌而起。什么？他们竟然敢这么做？这对狗男女，看老娘不撕烂他们的嘴！说着就撸起袖子要冲出去，我死命拉着才将他拦住。来之前我也犹豫过要不要告诉他，就是知道会有这么一出，但心里还是得到安慰的。顾英是第一个知道我恢复的人，也是毫无犹豫站在我这边的人。冷静一下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努力安抚他的情绪。此刻仿佛角色兑换。阿宁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冷静的？顾英不明，我那么深爱李子明，怎么能做到这么镇定？我将双手摊开，伸到他面前。他看着我手心的青痕斑斑，心疼不已。这些痕迹都是我隐忍的证明。我只恨心是肉做的，还会疼，可如今也只留下麻木了。周遭一切与李子明相关的都让我无比恶心。阿宁，顾英忍不住落泪，她心疼无比。曾经的姚安宁多么潇洒肆意啊！她年轻貌美，追求者无数，偏偏遇人不淑，看上了李子明。本以为他努力换取来的婚姻会很幸福，
不成想竟是炼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早该发现才对，这样就能帮助你了。都怪我。顾英伤心欲绝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。对不起，小英。说着说着，我们两个抱头大哭起来。哭过之后，顾英总算想起了正事。阿宁，你想要怎么帮你？顾英一脸坚定。我将手机里的视频给他看，现在差一个时机，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，我得找个可靠的律师。当下我还没办法私自去找律师，要找个可靠的自己人太难了。我可以帮你。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我和顾英双双回头看去。哥，你怎么在这？顾英惊讶道。我也很惊讶，没想到会碰到顾副理，他不是在国外吗？他听到多少？我可以帮你。顾副理走到我面前，郑重地重复了一遍，他同记忆中全然不一样了。对呀，我哥可是律师，还是很厉害那种。阿宁，你放心，交给他办吧。顾英连忙说。会不会很麻烦？说实话，他的确很合适，而且他都已经听到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不麻烦。顾副理淡淡道。这下倒是轮到我有点不淡定了。往日的情分？我和他有哪门子往日的情分？不是仇恨已经不错。印象里，顾副理从小到大就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他总是变着法的捉弄我。那时我还信誓旦旦道，这辈子一定不要嫁给顾副理这样的男生。所以后来遇到书卷气重、沉稳有加的李子明，让我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一切顺利进行，现在我只需要等时机成熟。很快我就找到了那个时机。李子明的生日宴又恰逢他上任3周年，按照往年惯例，定是要大操大办的。特别是李子明这种人，每年的生日宴是他最好接受吹嘘的日子，他无比享受周围阿谀奉承的声音。而我也在他忙宴席的间隙，先后见了几次律师。宴会如期而至，这次果然是比往常的任何一次都要繁华。我坐在定制椅子上，面带微笑，接受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关心。同时，李子明在忙的间隙过来关心我，一旁的人看到了，祝福声不断袭来。李总带自家老婆还真是好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李总不仅年少有为，家庭也是和睦美满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，可不是吗？一对家人啊。李子明也在一声声的奉承中迷失。我这一生能娶到我老婆，是最大的幸运。说完，还温柔在我手背留下一吻。众人纷纷献宴。年少有为的李总多年不负双目失明的太太，这恐怖是李子明一直给圈子营造的假象吧？我心里冷喝一声，看着不远处愤愤不平的瑶瑶，只觉讽刺。顾英目睹了这一切，若不是为了让李子明彻底爬不起来，他真想现在就过去撕开他丑陋的脸。察觉到他的情绪动荡不安，我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以示安抚。他真该去演戏呀，这演技妥妥的演帝呀。顾英俯下身，在我耳边低吟，我也正有此意，能做到这般也是一门本事。宴会正式进行，李子明发言后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他朝众人鞠了个躬，将手中的话筒递给我。我拿着手中的话筒，微微一笑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姚安宁，也是李子明的太太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深爱着他，我坚信他也一直深爱着我。接下来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此刻，她应该也来到了现场，她就是我的妹妹瑶瑶。”瑶瑶全然没想到我会点起她，立马端起来，朝众人甜甜一笑。在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她总是来家里陪我，安慰我，我真的特别感谢她。我继续道。众人正默默听着我的肺腑之言，
我身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，视频画面里，一对男女正亲昵依偎着。看清屏幕里的人后，在场众人一片哗然。怎么啦？我一问，画面里瑶瑶身着我的睡衣，柔软地躺在李子明怀里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时候才能娶我呀？人家都等不及了。瑶瑶撇着小嘴不满道：放心，很快的，等公司全部股份都到我手里，我就把他们姚安宁父母全部赶出去。李子明承诺道：我觉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当初的车祸只让他看不见了，真是可惜。要是再来一次车祸，能他永远消失，不是更好？瑶瑶提议。李子明和方若兰母女没想到会有这样一幕，顿时方寸大乱。李子明则着急忙慌找开关按钮，而屏幕画面却持续播放，里面清清楚楚、一五一十地告知众人李子明是怎样的人。真没想到啊，他竟是这样的人！呸，这是太恶心了，简直猪狗不如，装的还真像啊！道貌岸然的小人，方才刚夸过李子明的人，此时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他。顾英此时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抱住我：阿宁，你也太惨了吧，老公竟然背着你跟妹妹搞在一起，亏你刚才还夸他们如何的好。顾英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偷偷给了我一个眼神。他的话让现场的人更炸了起来，现场还有媒体追着李子明问：李总，针对视频画面中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李子明先生，您为何背叛自己的妻子？方若兰母子早已被这架势吓跑了，而我继续静静盯着众人。都是真的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假装什么也没看到。众人看着一脸无辜茫然的我，唏嘘不已。就在这时，几个身着警察制服的人进来，现场瞬间安静的可怕。谁是李子明？为首的问道。在那。众人纷纷指着一旁李子明说。他们走到李子明面前，对了一下面部。李子明，接到举报，你涉嫌故意伤害罪，请你配合。2名警官上前将李子明扣住，接着就将他押走了。走时，他还冲着我的方向大喊：我救他，救！简直做梦。等待人群纷纷散去后，我无力倒在地上。顾英眼疾手快，一把扶住了我。这一天还是如期而至了。阿宁，你没事吧？顾英不放心地问。那些话，那些事，都是在我伤口上反复撒盐。他很怕我撑不住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我只是在叹息自己过往云烟，那些让人迷失自我的岁月。小英、方若兰母子，你放心，一直派人跟着呢。这会估计也在警局喝茶呢。他打断我的话：今天这一切早已安排好，事情也如意料中发生。我父亲因身体原因被我强行留在家中，但此刻看到媒体的报道，也知晓了此事。我接到顾叔电话后，立刻赶回家中。我爸看到，立刻将我抱住，满眼心疼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竟然被他们耍得团团啊！现在被警察带走了，真是报应。谢谢你了，顾英。我爸对着顾英道谢。爸，是我报的案。我说。啊！我爸一脸疑惑。我们进屋说吧。我拉着他就往里面走。你能看见了？小姐能看到了。2人惊讶不已。进屋说吧。顾英附和道。我又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。感觉到这里都有些说别人故事的错觉，竟能波澜不惊了，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也都怪我，早该想到方若兰是这种女人。我爸一脸愤恨。听到这，我和顾英却疑惑了，面面相觑。怎么回事啊，爸？我问。早前小姐不是叫我替换先生的药吗？没想到先生早就知道了方若兰的手脚。顾叔解释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拆穿呢？我不理解。
难道我爸真心那么爱那个女人？他说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我爸默默开口：什么？我一脸吃惊。顾英则一副说：你宝刀未老的表情。没有的事，你妈去世后我就结扎了，哪来的孩子？所以我就调查了一番。然后呢？顾英好奇问。他跟外面一个野男人生的。我爸脸色不佳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，这两母子真是够绝的呀。顾英感慨万千，我也没想到我爸竟然也面对了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这些天他也在暗中调查。这要是在新闻上看到，我还觉得人家瞎编呢。顾英还没说完，就被顾叔一个眼神止住。顾英的话倒是给了我灵感。新闻，既然他们母子那么喜欢出风头，我就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他们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些担心。爸能有什么事？倒是担心你啊。我爸忧心地看着我，我摇摇头，表示自己无碍。而后，我收到警察局的召唤，便去了。从警察局出来已是下午3点，看着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，此时一片蔚蓝，我的心境亦是豁然开朗。接下来我要为我自己而活了。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收拾东西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，这里的一切我都不想要。被渣男贱女沾染过的东西，看着就恶心。李子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零3个月，而方若兰母子作为同伙，被判3年零4个月。李子明还想找律师辩解，但在充足的证据下，还是无奈妥协了。期间他知晓了我能看见的事情，对我咬牙切齿。我其实还真想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光靠着我一辈子，他可以平步青云，逆流直上。呵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恨你。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和我在一起时，你总是抢着付钱。你让我一个男人的面往哪搁？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？我只会更恨你，你这个贱人！我静静听着电话那头李子明恶狠狠的声音，万万没想到我应不忍他为金钱忧心而包下全部，在他看来全是施舍，竟然这样，又为什么要接受？又当又立，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呢？我问。拒绝？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上杆子追我，送钱给我花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李子明丑恶嘴脸显现，当下我真后悔自己接通这个电话，白白恶心自己一番。有些人你对他好，他得寸进尺，不知感恩，反而还会咬你一口。1个月后，我和顾英正在国外一处小岛旅游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样放松了。失明后才知看得见的可贵，我是要看遍世界大好风景，不能辜负失而复明的双眼。阿宁，你说我们每天这样吃喝玩乐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顾英正舒适地躺在躺椅上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钱和时间。我懒懒地说道。不得不说，姚叔叔真厉害呀，还留一手，这事我也不得不佩服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公司因为李子明的丑闻事件，股市下滑，市值一落千丈。虽然那公司早已由了李子明做主，但毕竟我们家公司，我心里还是不太舒服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那公司竟是我爸给我练手的小公司而已。对此，我下巴都要惊掉了。因此，我彻底放下拯救那公司的念头，转头跑来国外游玩了。看着海滩上的猛男，我知道年少无知，早早终定一生，错失了这么多美好景色。顾英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继而一脸坏笑，哈哈哈哈！阿宁，馋了吧？说什么呢？被戳中心思，我将手伸到泳池边，拨他一身水。阿宁讨厌。顾英抹了一把脸水，我充耳不闻，跟他继续打闹起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